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哭戏看哭全网，长安24季复仇有多爽，亲情刀就有多狠。长安24季播出至关键剧情节点后，真正让观众情绪失控的，并非单纯的权谋算计或复仇快感，而是程毅饰演的谢怀安，在仇与亲之间不断撕裂，反复挣扎的情感爆发。如果说复仇线让观众拍案叫绝，那么亲情线几乎是直接在观众心口反复落刀。这一阶段的剧情完成了一次极为罕见的情绪反差切换，前一刻还是刀锋冷冽，杀意森然，下一秒便是跪得痛哭，彻底崩溃。正是这种极端反差，让谢怀安这个角色真正活了起来，也让程毅的表演被越来越多观众称为看一次哭一次。前脚谢怀安还拿着刀照着杀父仇人的手法捅亲叔，那眼神狠得能吃人；后脚摸到父亲墓碑，直接跪在地上崩溃大哭，眼泪掉得比下雨还密。这反差感直接把我情绪按在地上摩擦。长安24季是真敢拍啊！年末压轴剧果然没让人失望。央视、优酷、咪咕、奈飞4个平台同步播，就这排面，还有谁？复仇戏看得人攥紧拳头喊好，亲情戏又让人抹着眼泪叹气。这剧是懂怎么拿捏观众的。兄妹相认杀疯了，联手反杀这段我看了3遍。10岁那年，刘知家被抄了，虎臂严凤山带着人冲进家门，见人就砍。他爹刘子温拼着最后一口气，把他推出后门，自己却倒在血泊里。刘知一路逃，改名叫谢怀安，在淮南县当主簿，天天憋着劲想报仇。后来靠本事被高香看中，推荐给新皇萧武阳，这才终于有机会回长安。刚回长安，他就撞见妹妹白婉在画室哭。白婉的老师被虎臂威胁，逼他写反对新帝的诗，老师为了保家人，只能照做。结果诗刚写完，老师直接从楼上跳下来，当场没了气息。金无畏立马冲进来，说要以袒护反贼的罪名抓白婉。谢怀安急了，赶紧搬出高香的名号，硬生生把人拦下来。白婉一个劲说谢谢，可他根本不知道，眼前这人就是找了他10几年的亲哥。谢怀安不敢认啊，他怕仇人盯上妹妹，只能咬着牙说：“刘家的人命都不好，你别跟我扯上关系。”后来虎臂的青衣盯上白婉了，青衣这角色太吓人了，李宗翰演的绝了，脸上没表情，眼睛里全是阴狠，跟个毒蛇似的。他抓着白婉逼问：“跟你通信的人是谁？不说我就对你养父母下手。”白婉死都不说，青衣抬手就要打他。谢怀安骑着马疯了似的冲过来，白婉一抬头，看见他腰间挂着的玉佩，突然就哭了。哥，两人就这么对视着，没说话，眼泪却止不住的流。青衣还想动手，谢怀安直接让马朝着他撞过去。趁青衣晃神的瞬间，谢怀安拔刀就捅进他肚子里。白婉也不含糊，捡起地上的刀补了一下。青衣哼都没哼一声，直接倒在地上。兄妹俩这配合简直绝了。可谁能想到，刚解决完青衣，刘子言的刀突然架在谢怀安脖子上。我当时在屏幕前尖叫：“别搞事啊！”还好烛之龙及时赶来救场，可谢怀安还是昏过去了。所有人都急得团团转，只有白婉坐在床边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哥肯定会醒的，他还没报仇呢。”谢怀安昏迷的时候，一直喊爹，喊妹妹。他做梦回到小时候，跟爹说心里话：“当年我带着妹妹逃了70里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就把她藏在草房里，想去给她找吃的。可等我回去，妹妹不见了。”
我找了半天，才看见他在一户人家里，那家人给他热粥喝，还帮他擦脸。我不敢上前，怕我一出现，又把灾祸带给他。我就在附近的芦苇荡撑了7年船，看着他平安长大，才赶去淮南。听到这段，我眼泪直接飙出来。这哪是哥哥啊，这是守护神啊！白婉在他床边，把自己的护身符塞到他手里。哥，你一定要醒过来，我们一起报仇。谢怀安醒了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找刘子言的仆人邢子。他把邢子带到当年父亲被杀的地方，一字一句地问：当年你为什么要捅我爹？邢子哭着说：刘子言拿我老婆孩子威胁我，我不捅，他们就死了。谢怀安没废话，拿着刀就朝着刘子言捅过去，一刀、2刀、3刀，每一刀都带着15年的恨。刘子言喊着：我是你叔。谢怀安根本不听，你杀我爹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是我叔？解决完刘子言，邢子跪在地上求他：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放过我老婆孩子，我给你偿命。谢怀安却把刀扔了：你欠我爹的，刚才已经还了，带着你家人离开长安，再也别回来。看到这我才明白，谢怀安不是冷血，他只是把恨都留给了仇人。对无辜的人，他始终留着一丝善意。后来，他家的忠犬把他带到一片树林里，那里立着一块墓碑，上面写着刘子温之墓。原来当年路人知道刘子温是个好将军，就偷偷给他立了碑，盼着刘家后人能看到。谢怀安伸出手，轻轻摸了摸墓碑，那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。突然，他双腿一软，跪在地上，肩膀开始发抖。爹，我报仇了！长安还有人记得你，还有人记得你是个好将军。他哭得像个孩子，把这些年的委屈、隐忍、思念全哭了出来。程毅这段哭戏真的绝了，从一开始的隐忍到后来的崩溃，每一个表情，每一滴眼泪都戳在心上。原来最狠的复仇背后，藏着最软的软肋，最冷的刀光里裹着最烫的亲情。长安24计根本不是简单的复仇剧，它是把亲情和仇恨揉在一起，让你一边寒爽，一边掉眼泪。你们看这段的时候哭了吗？觉得程毅的哭戏能打几分？来评论区聊聊，没看的赶紧去补，绝对不亏。